时隔多年，我又见到了周坤志，站在众人中间，他仍是鹤立鸡群。隔着几个同学，我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但却转了头与当年相熟的同学说话。女同学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周坤志现在生意做得极大，可有钱了。哎，可惜这么优质的男人已经结婚了。”我笑一笑，并不作答，却在微笑的时候抬起头，装作不经意地朝那道目光看去。四目相对时，微微错愕，好像完全没想到他会这样盯着自己。我知道，在这个时候，我应该低下头，或者云淡风轻地将脸开去，以表示我对他的不在意。但我不打算那样做，微微垂头，摇起眼皮看他，然后落落大方地弯起唇角，给他一个魅惑的笑容。我知道此时的自己有多迷人。为这个同学聚会，我重新做了头发，大波浪披在胸前，妆化的也是复古的，像极了80、90年代的港星。周坤志被我的笑容震到，他眼睛微微眯起，仿佛不能相信这是他认识的于锦平能做出的事情。他的唇角微微勾起，露出些许玩味的笑容。如果开始时还带些审视的意思，这时他也是对我有了浓厚的兴趣。但我并不打算与他做持续的眼神交流。桌上的人开始敬酒，我也跟着喝了2杯。不知是谁喊一句：“看咱们锦平多不给周大老板面子，都不跟他碰一个。”我抬起头来，周坤志与我对视，似笑非笑。有人跟着起哄，喝一个的声音此起彼伏。我故意摆了摆手，一副不胜酒力的样子，眼神稍稍迷离。此时的我一定是风情万种。周坤志看着我，忽然开口，带着笑意：“阿锦，要如他们的愿吗？”这暧昧的一句阿锦几乎将我打回原形。我忽然发现自己是真的有点醉了，我一定没有控制好自己的眼神。我幽怨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离开了包厢，转身去了洗手间。远离人群，忽然安静。我站在镜子前补妆，忽然门被人打开，我从镜子里看到走进来的周坤志，不经意地挑了挑眉。此时的我应该还在生他的气，我故意不理他，收起口红，转身便走。适时在门前脚下一滑，佯装摔倒。周坤志眼疾手快，一把握住我的手腕，这在我的意料之中。我抬起眼眸看他，然后开始抽自己的手。他倒没有为难，只是笑了笑，问：“认得回去的路吗？”我横他一眼，口气很冲：“要你管。”可这话不知为何刺激了他，一把将我拉近。我撞在他的胸膛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他也搂住我的腰肢，有力的手指在我的腰间摩擦。看我有些惊慌的模样，他唇角微勾：“打扮得这样漂亮，不是因为我吗？”我蹙眉，一句自作多情还没有说完，已经被他按住后脑，唇随即落了下来，我的话随之淹没。我并没多做挣扎，相反，很快地把这个被动的吻变为主动。我们相拥着从洗手间出来，一路纠缠，来到了走廊尽头的一间卧室。周坤志要开灯，被我制止，他便识趣地收回手来，却在接吻的空隙里喘息着问：“为什么不开灯？”我的声音比往日更加娇媚，我说：“开了灯，我怕不是你。”这话大大的刺激了他，他用很大的力气将我抱起来，在黑暗里，我们用尽力气拥抱彼此。这样折腾了几个小时，等洗过身体，时间已经过了3点钟。周坤志已经睡下，可是我却没有困意。我打开窗户，从周坤志的衣袋里翻了盒烟出来抽。10几分钟后，我留下一沓钱，离开别墅。当然，诱捕计划绝不会这样完了。大约过了2个星期，我刻意与一个追求我的富二代去周坤志常去的餐厅里用餐。他和妻子面对而坐，低声的交谈。周坤志看到了我，眼睛开始不安分，时时吊起眼梢朝我的方向看来，已不需要再特意的勾引，他已是我的囊中之物。周坤志的妻子好像发现了他的不安分，忽然把脸转了过来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并没有对我产生敌意，甚至朝着我笑了笑，笑得那样和善，让我不知如何应对。对面的富二代发现了我的分心，皱起眉头问我在想什么。他的手从桌子一方伸过来，扣在我的手背上。我垂下眼睑，看了看他那不安分的手，轻笑着说道：“当然是在想你。”富二代高兴地笑。我趁机把手收了回来，离开他的手掌之前捏了捏他的掌心，这在他看来无疑是调情，看我的眼神更加暧昧。我才不在乎这些，我只注意到不远处的周坤志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他的手搁在沙发一侧，轻轻地摩擦着皮面。我知道我的举动已惹得他不快，不过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样不是才更好玩吗？我对富二代笑得开怀。出餐厅上车时，他牵起我的手，
我没有拒绝，我知道周坤志在餐厅里玻璃窗里看着我，然而我却没想到，正当我准备上车的时候，忽然被他从后面拽住。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这般大胆，他的妻子明明还在不远处。这举动引起富二代的不悦。你谁呀？他的手已搭在周坤志的胳膊上，两个人剑拔弩张。僵持中，周坤志终于开口，却是对着我说道：“你告诉他我是谁。”口气十分冷淡。这皮球忽然被他踢到我这边，富二代的目光也转向我。我耸了耸肩，如实回答道：“周坤志，我的大学同学。”这话没让周坤志高兴，他似笑非笑地说道：“只是大学同学吗？”我顶不喜欢他这种口气，佯装恼羞成怒的一把甩开了他的手臂，扔下两人便往一个方向走。我走得快，可我的腿远没有周坤志的长，没有几分钟已被他追上。他拽着我的胳膊，一把将我拉进怀里，我胸脯重重撞在他的胸前。他吻我，我不想配合，他便开始强势地撬开我的牙齿。很快的，我便被他攻陷，双手推拒着他的胸脯，却已经没有了力气。他终于放开了我，我垂着头不去看他。我知道此时的自己脸上已染了春色。我没有力气站立，他的手搂在我的腰上，在我耳边轻轻呼气，用低沉的嗓音说：“还气吗？”“气，当然气。”我抬起头，不给他好脸色，凶巴巴地问他：“你这样不怕被你的老婆看到吗？”我知道怎么刺激他，知道怎么惹他不高兴。果然，这话让他的脸拉下来。可我还没有完。我说：“周坤志，你刚刚怎么向你老婆介绍的我？是否告诉他我是谁？”他看出我的戏谑，不再像刚刚那样生气，脸色也变得温和，竟还跟我开起了玩笑，半垂着头说：“我说你是我大学同学。”我气结，他用我刚刚的话来堵我。我推拒着他，想要离开他的怀抱，可他不肯，仍搂着我的腰。此时他已没有了脾气，笑着说道：“难道你想让我告诉他，那个像妖精一样的女人是我的前女友？”我被前女友这个词震到，仰着头看着他，眼睛里已染了几分失意。是的，我与周坤志曾是恋人，在大学里我们谈了3年恋爱，我们恩爱有加，我爱他如生命。可在毕业的那一天，他向我提出了分手。我曾经那样恨他，可是在同学聚会的那天，他却轻易地被我勾引到，与他上床的那一刻，我便对他失去了兴趣。也许他自己还觉得自己魅力很大，让我对他念念不忘呢。昏暗的灯光下，周坤志的目光显得深情，我别开脸不去看他，因为觉得可笑。周坤志送我回去，开车的是他的司机，我与周坤志坐在后座。我不知道他怎么这样大胆，难道不怕与别的女生约会的事情让自己的妻子知道吗？或许这司机是他的心腹，也或许他根本就不怕被他知道。谁知道呢？我才不在乎呢。我不想说话，转过脸望着车窗外，周坤志握着我的手，拇指在我的手指上轻轻摩擦。大学时我们恋爱，他也是这样，他喜欢把玩我的手指，他说我的手指纤细，皮肤细腻。那天晚上为什么离开？我转过头，挑着眉梢看他，我知道我的模样很娇媚，周坤志舍不得离开我的脸庞。不离开怎么办？我害怕被人抓奸在床。他笑了笑，有些不正经，拿起我的手放在唇边，然后说道：“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”我笑，没有接他的说话。车子停在我所在的小区，我想要下车，周坤志却拉着我的手不让。我勾着唇角问他：“怎么？要上去坐坐？”他靠在椅背里，神色晦暗不明，似乎并没有因为我的邀请感到开心。你曾邀请过多少男人？我知道男人都有占有欲，虽然莫名其妙，但我还是配合着他。这么多年，我对应对男人很有一套。我勾住他的脖子，仰着头看他，笑说道：“干什么？想独占我？”他垂着眼睑，盯着我的眼睛。阿锦，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，可是不喜欢又怎样？我又不是他的。我笑着，用手指勾勒他的脸庞。他皱了皱眉，忽然伸手握住我的手腕。我与他靠得非常近，我们感受到彼此的呼吸。他说：“阿锦，留在我身边。”我明白他的意思，男人真是贪心呢，家里有一个与自己门当户对的，外面还要再找一个自己的喜欢的。我笑了，语气仍带着玩笑，问他：“你想包我？”我的身价可不低，他审视我的话，考量我话里的真假，最后选择按着我的意思询问：“怎么讲？”我看着他，他是真的想要包我呢？不知道为何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我不想再与他说下去。你考虑一下，下车前，他这样对我说。我确实考虑了一下，我说过我已不是一个好女人，做他的情妇并不是不可以，
可是情妇不是长久之计，我最终的目的还是嫁人。可是周坤志他会娶我吗？即便他会娶我，我又会嫁给他吗？当年他抛弃了我，连一个理由也没有告诉我。不久，我从网络上知道了他结婚的消息，他娶了与他门当户对的许亚贤。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与他最后一次见面，是我让同学给他捎去的话，我不与他做纠缠，但我要见他一面，他同意了。我们约在学校附近的一间咖啡厅里。我记得那天是下午，夕阳从玻璃里照来，洒在我们的身上。我握着杯子的手都是抖的，我还是接受不了他马上结婚的事实。我说：“你真的要结婚了吗？”他盯着我的手指，神色看起来非常平淡。我想他是真的绝情，分开不过月余，他已将我忘记，我连他的眼睛也不敢看，垂着眼眸盯着手里的水杯。我笑着说：“那恭喜你。”他还是不作声，我们都沉默着，周遭的环境都成了我们故事的背景板。它们模糊起来，人与物都像加了光影。我看着这些模糊的光影，卡在喉咙里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。还是他最后开了口：“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我转过头来看他，明明是他抛弃了我，可是他却一点也不愧疚，直直地看着我。我张了张嘴，正要说话，忽然周坤志的手机响起来，把我想要说的话压了下去。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”他这样客气，我还能说什么？电话里是个女生，我听不清她说了什么，只听到周坤志说：“知道了。”我马上就回去。虽是这样说，他挂了电话，仍没有动，看着我问：“你说吧。”他有急事，我觉得多说一句话都会耽误了他，而且我也已经没有了开口的勇气。我笑了笑，说：“没事，你要有事就走吧。”他是真的有急事，站起来要走，忽又站住，说道：“我一会儿再与你联络。”我没有作声，从窗子里看着他急急地上了车，但是我没有给他机会。那之后我搬离了宿舍，手机也换掉了，我切掉了与班里人的一切联系。我知道他曾寻找过我，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从那时我就决定要改变，我不要做被人抛弃的那一个，我要从被动变作主动。从窗子里看到我从豪车里出来，室友翘着二郎腿，口里吐着烟圈，问我：“这个男人不错，是否到手？”我笑了笑，进房间前告诉他我准备搬走了。他来了兴趣：“怎么，准备同居？”我摇了摇头，是要逃离他。室友哈哈大笑，一副了然的神情，夹着烟的手指朝我指来，欲擒故纵。我跟着笑，室友懂得这个道理，不知周坤志是否明白。搬家那天下了雨，我本来没有想过要叫搬家公司，因为东西本来就很少，少的装不满一辆车。那个富二代打来电话，问我在做什么，我如实回答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窗前，对着小雨拍了一张照片，配了几句伤感的话发到朋友圈里。不到半小时，富二代带着搬家公司来到我的身边，我还挺感激他的，知道给不了他什么，于是面对他的时候便多笑了几次。搬家时我穿了一身运动装，上衣很修身，勾勒出身材，头发高高地盘了一个花苞，没有化妆。我两手插在兜里，看着富二代从车里出来。谢谢你，我笑着说。他许是从没有见过这样肃静的我，眼睛都直了，上下打量着我说：“你真的是于锦平吗？”我哈哈大笑。便是在这时，周坤志的车出现在我的视线里，我装作没有看到，笑得比刚才还要灿烂。当然是我的笑容让富二代的眼睛离不开我的脸庞。很奇怪，为什么在学校里时我没有发现自己是这样的吸引人？大概是我自己太蠢，只顾着自卑，忘记了照镜子，只以为自己何德何能被周坤志看上，却没有想过我本来就是带了光芒的，不然怎么会让校草起了兴趣？周坤志匆匆地从车里下来，这一次他亲自开车，没有打伞，穿过雨线走到我的跟前，把已经坐进富二代车里的我拉出来。他是气愤的，脸色铁青。富二代在车里大呼小叫，而他已经把我拉进了他的车里。我看到富二代在后面大喊大叫，但周坤志的车已经开出老远，他开得很快，车朝着郊区驶去。我有些想吐，紧紧抓着安全带。似乎是注意到了我的脸色，他终于把速度降了下来。他想握住我的手，我一把将他甩开。你发什么疯？我大声地问他。他抿着唇不作声。车停在一幢别墅前，他下车给我开门。我很难受，没有力气与他置气，只想到外面好好透下气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拉着我进到别墅里面。房子装得富丽堂皇，站在大厅中间，仰望着大厅里天花板，我有些失神。够吗？
我回头看他，他唇角挂着一丝冷笑，他想羞辱我，可是没门，我可不是当年那样好欺负的人。我笑着说，这是你为我准备的金屋，还满意吗？他承认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，用这样一座大宅，确实能吸引一些捞女。不过，你要放在我名下吗？我凑近他，他先是垂着头打量我，我挨上他身体的时候，他忽然伸手，一把扣住我的腰，将我压在他的身上，说：做了我的女人，就不能再与别的男人纠缠不清。我嘟了嘟唇，表示我的不满，然后说：我得考虑一下。他的唇角勾起，声音还算温和，说：阿锦，再演下去就过了。他看穿了我，我感到羞愧，恼羞成怒地想将他推开，不想我这样反而惹得他高兴。真是奇怪的男人。我笑脸相迎时，他阴阳怪气；我真生气的时候，他反而又真心实意地笑了。此时我的脸应该已经红了，没有擦粉的脸上有一点变化也看得出来。他垂着头看着我，伸手抚摸着我的脸颊，声音竟是那样温柔。阿锦，我找了你很久，男人的话听一听就算了，我是不会当真的，但做做样子还是要的。我斜着眼睛看着他，问道：真的吗？他没有作声，仍盯着我的眼睛，手在我光滑的皮肤上抚摸。以后不要再化那么浓的妆，我耻笑道，现在就开始管我了。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跟你呢。他搂住我，把我的脸压在他的胸前。听到他咚咚咚的心跳声，我忽然有些恍惚，有些分不清此时是何年，好像又回到了两人谈恋爱的时候。之后我真的成了周坤志的情人，我的工作本就不固定，此时干脆就辞掉了。我把周坤志给我买的跑车招摇地停在公司门前。办理离职手续的时候，那些同事凑在一起窃窃私语，我一回头，他们便把脸转到电脑上，好像真的在专心的工作。我知道他们在说我什么，左右不过是被人包养。不过我才不在乎呢，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工作，其实不知道我的工作远比他们还要难呢。是的，情人对我来说就是一份工作。本来这一天我该是开心的，但是中午在餐厅吃饭的时候，却意外地看到了许亚贤，周坤志的妻子。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认得我，只是在我们二人擦身而过的时候，他的目光从我的身上扫过。这个相遇让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小偷，我偷了她的丈夫。晚上周坤志来时，便看出我的不快。自从我在这幢别墅里安了家，他便3天2头地跑到这里来。我甚至怀疑他与他的妻子只是行婚，两人各自在外面玩的那种。我卧在沙发里翻杂志，他解着领带，眼睛落在我的身上，然后说道：听说你今天去辞职了。我没精打采地嗯了一声。他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，大概我遭受到什么待遇，他也能知道。我的冷淡并没有让他不快，相反，他笑了。我一直奇怪他这种态度，为什么我不痛快的时候总能让他开心。他说：其实你不用过去的。他上前来搂住我的肩膀，因为许亚贤的关系，我此时不愿意让他碰我。他靠过来，我便躲开，最后他不得不紧紧地搂住我，将我固定在他的跟前。我的小脾气惹得他发笑，我窝在他的跟前，感受到他身体的震颤。我忽然有些忍不住，抬起看他，看到我的脸时，他终于停止了笑，微微皱眉，问我怎么了。我盯着他的眼睛说：周坤志，我讨厌偷偷摸摸，这句话无疑有些越界。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我们是情人关系，连正常的情侣都算不上。我的身份是金丝雀，却这个字多少对我这份职业带了些蔑视。我以为周坤志会生气，但让我意外的是他没有。他定定地看着我，仿佛在看我的话是否是真心。可这有什么好看的？哪个女人喜欢偷偷摸摸地存在于男人心里？是不是真心其实也没有多少意义，他和我都清楚这一点。他不能和在生意上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妻子离婚，也就注定我与他的关系不能公之于众。我知道这一点，他也知道。我泄了气，转开脸去，自嘲地说道：算了，我也就是随便便说说。周坤志把我的脸转向他，抵着我的额头。他说：对不起，阿锦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周坤志不能满足这件事，便在金钱上满足我。我的车子买了一辆又一辆，房子里的包包已经多不胜数。他真是一个慷慨的金主。有时候晚上从外面归来，我坐在衣帽间里，看着满屋子里的衣服包包，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一样。可是我仍感到空虚，于是不停地跑出去狂接，好像只有如此才可以填满我的心。我生日的前几天，周坤志便问我想怎么过，我寂寞，想让他陪我，他答应了我的要求，
亲自订了外地的房间。我有些惊讶，他说：“我想和你在一起，只有我们2个人。”我知道他的想法，他想忘记我们真正的关系。我其实有些疑惑，看得出来，他心里真的有我的一席之地，只是我不知道是隔着许多年，他为什么还一直钟情于我，连我对他的妥协都要多过对他的爱。如果这一辈子注定要和一个男人在一起，是别人无所谓，是他也无所谓。但周坤志食言了。我在别墅里等到天黑，他也没有来。我把收拾进箱子里的东西又通通收拾出来，满屋子的衣服让我无处下脚，这样很好，我总算有些事情来做。我给周坤志打电话，接的却是一个女人。我很快意识到这人便是他的妻子许亚贤。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可能打错了。”可许亚贤冷冷地说道：“你没有打错，是周坤志的电话，不过他现在恐怕没有时间。”我听到周坤志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，他说：“许亚贤，把电话给我。”很少感觉羞愧的我忽然觉得很可耻，我迅速地挂断了电话。周坤志来时不知道已经几点，我坐在衣帽间的地板上睡着了。周坤志从后面抱住我，这一举动惊醒了我。我转头看着他，有些迷糊，轻喃道：“阿志，别走好吗？”周坤志紧紧地拥住我，在我耳边轻声说道：“不走，我再也不会走。”我终于清醒过来，看清眼前的人，他已不是我心里的阿志，他是周坤志。看着我的眼睛，显然知道我已清醒，但他宁愿相信刚才那声阿志还是发自我的真心。我轻笑着摸了摸他的脸颊，怨道：“周坤志，你食言了。”他不说话，脸颊埋在我的颈窝。我坐的腿有些麻，小声说：“我饿了。”周坤志他很突然地松开了我，然后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，动作很快，一路将我拉出别墅。车停在外面，我不知道他又发什么疯，不敢轻易上他的车，停在车前说：“你干什么？”他回转过脸来看我，说：“兑现我的诺言。”我怔怔地看着他，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。他已经将我推进副驾，车开得很快，但很稳，不似上次那般让我想吐。他握着我的手，偶尔回转过脸来与我对视，我始终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我很困倦，半路上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醒来时车已经停了，停在一处高楼跟前。我感觉自己出现了幻觉，因为有海浪的声音，转头看去，却发现海水真的就在眼前。周坤志始终看着我，他说：“醒了。”我说：“怎么跑到这里来？”周坤志笑一笑不作声，他带着我下车，然后带着我进到大楼，从楼管那里拿钥匙。房子是一间2居，虽然和别墅没得比，但阳台很大，对着海边，站在阳台上可以闻到海水的味道。周坤志从后面抱住我，海风吹起我的头发，他嗅着我的秀发说：“阿锦，喜欢吗？”我生在内陆，从小没有见过海，大学时第一次去的海边，那时觉得很新鲜，可如今我已去过很多的沿海城市，已经谈不上喜欢与否。但我不想扫他的心，点点头，喜欢。周坤志说：“你当初说想要在海边定居。”我看着他，我已经忘记了自己说过这样话，但那时激动之下，大概是说过的吧。我忽然有些明白，震惊地看着他。他温和地笑了笑。我毕业后买下了这间公寓，每年都会过来几次，很多时候我站在这里，希望能从人群里看到你的身影，但是没有，一次也没有。他说：“阿锦，你的心好狠。”竟让我找这么多年，我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，怔怔地看着他，不知道该怎么回他。他把我搂进怀里，我们相拥着在阳台上摇动，散漫地跳舞。他抚摸着我的脸颊，说：“阿锦，我有时候真的庆幸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如果是以前的你，你是定然不会待在我的身边的。”这句话让我全身一震，我有些不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。他接着说道：“你当初那样高傲，怎么会做别人的情妇？可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只要你待在我的身边，我便觉得开心。”我仰头望着他，我说：“周坤志，我现在也不愿意做别人的情妇。”他因为这句话而变得有些着急，好像怕我突然对许诺的事情反悔。我到此时此刻才看到了他当年一点点的样子。他是一个商人，是一个深沉的人，他时刻地在掩藏着自己的心事。阿锦，你等我几年好不好？他说：“我不会一直让你受委屈。”我没有说话，他紧紧地拥住我。周坤志订了一块蛋糕，我们点了几支蜡烛，把房里的灯关了。一时间，我们只看到彼此的脸庞。他透过蜡烛看着我，说：“要许个心愿吗？”其实我并不想许，但还是闭上了眼睛，心里想的却是：周坤志，你忘记我吧。
睁开眼时，周坤志有些伤感地看着我，我以为他看出我的想法，问他干嘛这样看我，他摇头，许了什么愿？我瞎编道，希望我们长命百岁。周坤志握住我的手，说，比起长命百岁，我更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。我说不出话来，猛地吹灭了蜡烛。这一夜过得很快，我恍惚着自己说了胡话，在梦里好像一直哭，一直哭。醒来时，我问周坤志我做了什么梦，他笑着说，应该是梦到了美事，因为你一直在笑，我不知道是我的感觉出了错，还是他说了谎。离去时，他心情很不好，我感觉得出来他不愿意回去，这应该是和许亚贤有关系。回到别墅时，他忽然握住我的手，说，我给你找了一个保镖，你出门时带着他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这样做，但总是有原因的。为了我自己的安全，我不再经常出门。可有些事情是躲不过的。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，许亚贤忽然到来。这一次的他不再像上次那样大人大量，他带了2个男人，一进来便说道，给我砸，全部给我砸光。房里的一时间噼里啪啦的全是破碎的声音，我不会上去管的，反正砸坏了也不是我的，坏了会有人来修，花的也不是我的钱。但许亚贤并不是善茬，他的目标是我，他上来便给我了一巴掌。按理说我是小三，没有理由理直气壮，但我不，我是坏女人，我才不要让别人欺负我。他的巴掌落下，我便狠狠地朝着他的脸上扇了过去。许亚贤气疯了，瞪着眼睛看着我，就在准备又一次朝着我打来时，他举到半空的手被人握住，还未反应过来，他已被人拉了开去。周坤志上来搂住我，问道，受伤了吗？我低下头轻泣，脸靠在他的怀里，这一定让他心疼坏了。他拥着我，转过脸对许亚贤说，许亚贤，我们离婚吧。许亚贤显然没有想到，他愣住了，眼圈瞬间红了，然后爆发。他说，周坤志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你为了这个女人竟要跟我离婚。周坤志并不理他，拥着我往门外走。许亚贤不甘心地说道，周坤志，你站住。周坤志没有回头，但还是站住了。许亚贤已泣不成声，他说，周坤志，这么多年，你是否有那么一丁点喜欢我？他满怀期许地看着他，可周坤志的眼睛里不带一丝感情。他说，许亚贤，我们结婚时便已签下协议。许亚贤疯了一般的笑起来，边笑边说道，所以你竟然要离婚？你是忘记了我们当初的协议的内容了吗？周坤志说，我没有忘。所以你还是要为了这个女人跟我离婚？许亚贤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周坤志不再作答，而是带着我离开了这里。像他这样的有钱人，房子多不胜数，但他却没有带我去任何一间，而是带着我找了一家酒店。他说他能查到我名下的房产，我不要让他再伤害你。我的身体还在抖动，其实我并不擅长与人打架，我的气势都是装出来的。脸上被许亚贤打的一巴掌浮起了印子。周坤志疼惜地看着我，问我疼吗？我点点头，然后又摇摇头。看到我的傻样子，他忍不住笑了。我抓住他的手，问他，你真的要离婚吗？他反握住我的手，点点头，我要娶你，就要先和他离婚。我有些不安，一直希望他说这句话，可到今天却又有些不忍。我问他，你想清楚了吗？他笑了，大概觉得我的问题很傻。他握着我的手，仿佛想起往事，喃喃说道，阿锦，如若我知道会对你这般念念不忘，当年我无论如何不会因为父亲去娶许亚贤，如此我们便不会受这许多年的煎熬。我垂下眼睑，没有回应他的话。他追问道，你呢，阿锦？你是否想清楚要嫁给我？我的心砰砰地直跳。他期许地看着我，我竟不忍拒绝，可是答是我也答不出来。就在我准备说话的时候，他忽然用手指压到我的唇上，说道，想好了再说。我竟觉得他有些幼稚，扯下他的手指，低头在他的唇上咬了一口。我知道他很快乐，可是我竟没有发现我自己也是真的快乐。尾声2个月后，周坤志离了婚。他从民政局里走出来，驱车赶往我的住所。他满怀期待，但那时我已经离开，我不会再让他看到我。数月后，我在隔壁城市里的一间餐厅里用餐，对面坐着的是周坤志的前妻许亚贤。他将一只信封推到我的跟前，我知道里面放的是一张支票。我笑了笑，拿过来收进包里。许亚贤说，原本只想让他尝尝爱而不得的痛苦，却没有想到他竟真的与我离婚。我们有协议，提出离婚的一方
便是主动放弃了多半的财产。他抬头看向我说：“这都是为了你，他是真的爱你。”我笑了笑，并不当成真，但却一直没有抬起头。许亚贤说：“我以为你到最后会真的嫁给他，我没想到你竟这样恨他。”我没作声，我不会告诉他，当年周坤志与我分手时，我已怀了他孩子。我也不会告诉他，我因为那个孩子从此失去了做妈妈的权利。所以我恨周坤志，所以我才答应与许亚贤合作，至少能让他因为当年的事情付出一些金钱上的代价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他竟真的肯为我离婚。许亚贤说想让周坤志尝一下爱而不得的痛苦，其实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么多年，周坤志本就一直受着和他一样的苦楚。这故事里真正做到洒脱的，反而只有我一个人。晚安。